大家好，我是基德。很多农夫小姐从这个账号的第一期视频就开始关注，真的太感动了。那么今天这期就专门做给你们的感恩答谢，和第一期一样，包含了大量我最爱的虫子内容，回归初心，爱你们。所以今天要讲的是，当你变成丧尸是什么感觉？是的，我最近在看《最后生还者》。首先，想象一个闷热的初夏雨夜，你忙了一天，终于下班，倒在公交上昏昏欲睡，只想赶紧回到破旧的合租房，在床上摆烂。到站后，你撑着雨伞踮起脚，在拆迁到一半的街道上跑跳。倒霉的是，就在你每天都要经过的垃圾堆旁，一辆素质奇差的小轿车呼啸而过，溅你一身脏水。操！你说出一种植物的名字，但车已经开远。就像你每次吐槽领导那样，只有在对方听不见时才敢张嘴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奇怪的疲惫感突然涌上心头，你随之膝盖一软，就像进入了贤者模式般意兴阑珊。你心想，算了，早点回家睡觉，明天会更好。你艰难地爬起床，因为昨晚根本就没睡几个小时，小腿实在是太痒，挠了一宿。你坐在床边盘起腿，只看见一片血肉模糊。好吧，又是该死的蚊子。从抽屉里翻出用了一半的红霉素软膏涂上，上班去了。药膏当然是有用的，接下来几天没有任何异常，你甚至觉得精力比以前更好了。直到5天后的一个夜晚，你又走在那条老旧的街道上，顺眼扫了一眼路旁亮着红灯的小房子，目光不由自主地在那一抹雪白的物体上停留几秒后，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，然后你的双腿竟然不受控制地往那个方向走了2步。面对投射过来的热情眼神，你想到自己只剩3位数的余额，突然清醒，猛地给自己一耳光，然后快步逃离了现场。后面的剧情因为要收费啊，这个 APP 有没有收费功能我就不跟大家细讲，反正大概就是1个星期之后全程生灵涂炭，你再次走进那个小房子，一口咬住那个雪白的物体，再也没有出来。不要觉得我在编故事啊，这就是人类最有可能成为丧尸的原理，真菌感染。你将逐渐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权，在真菌的操纵下沦为帮他们繁殖的性奴，最后变成一具长满真菌的尸体。最骚的是，在真正死亡之前，你的大脑其实一直是清醒的，你就像一个无力的旁观者，看着自己的身体做那些恶心、荒唐、可怕的事情，直至崩溃。那么具体过程，下面我参照蚂蚁变丧尸的例子来跟大家讲。只能说，在所有控制身体的方式中，真菌选择了最恐怖的一种。如果你是蚂蚁，这会是最绝望的死亡方式，比人类所有的酷刑都更惨烈。以及最后我再告诉你，这一切会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。地球上可以控制宿主的生物其实很多啊，比如电影明星铁线虫可以让蟋蟀自己跑到水里淹死，被称为摄魂怪的扁头泥蜂可以用毒素让蟑螂忘记逃跑，并不断搓自己身上的泥去洗澡，方便被它们拖进巢穴里吃掉。绿带彩油吸虫则会让蜗牛不停地爬高高，直到被一只路过的鸟啊呜一口吃掉。不要以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虫子身上，弓形虫就能寄生老鼠，让鼠鼠爱上猫尿的味道，自己跑上去送死。而且我翻到2021年一篇研究，就发现这种弓形虫感染的人类也会爱上猫尿的味道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只对男的有效，女的就没事。我想了下，还好，问题也不大。男的喝点猫尿怎么了？反正又不会被猫吃掉，男的只会被小野猫吃掉。不过大家再仔细想想，这些寄生行为能称得上把宿主变成丧尸吗？不行啊，他们都只是让宿主神志不清而已。毕竟有些人类喝多了也会作死，跑马路上躺着，甚至被拖进巢穴，但没有人觉得这就是丧尸吧？说来说去，地球上最像丧尸的感染只有真菌。你们看这只知了，除了屁股白白的，是不是一切正常？翻过来一看，整个腹部都没有了，完全被真菌孢子塞满。你以为这只知了死了吗？不，它不仅没死，而且它的大脑完全不会发现自己出事了，还会到处乱飞，方便真菌把繁殖用的孢子抛洒出去。然后无论是男是女休息的时候都会扇动翅膀，表现出一副欲火攻心、急不可耐的样子，吸引异性过来交配。一旦有舔狗没忍住上当，那就完蛋，就跟你去红灯区感染尖锐湿疣一个道理。你想想这件事有多残忍，知了又不付钱，又没有滥交这种说法，它只是在享受爱情而已。那么为什么知了的大脑没发现自己生病了？因为真菌同时还能释放一种致幻的化学物质，让知了跟吸了毒似的，产生一种自己很棒棒的幻觉。我们说，只有这样的感染才配得上真正的丧尸制造机。OK，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真菌中将丧尸艺术玩到登峰造极的那种。
美剧《最后生还者》的设定里面，关于丧尸变异的灵感完全来自于一种虫草菌感染蚂蚁的真实过程。我就找到了发现这件事的一个漂亮女博士卡丽莎的论文，发现感染一共分4个阶段。首先和视频开头的故事一样，偏侧蛇虫草作为一种真菌，可能会把它粉末状的孢子从树上撒下来，落到脏水中，然后当蚂蚁碰到脏水，粘上蚂蚁的孢子就会分泌一种酶去破坏蚂蚁的外骨骼，从而顺利进入其体内。在大约1周的潜伏期之后，蚂蚁就会和故事中的你一样，突然开始间歇性抽搐，这就说明虫草菌在体内苏醒，要开始做事了。接着就是感染的第1阶段，奔跑者。美剧中宿主会变得非常喜欢跑来跑去，很亢奋，然后渐渐话都说不清楚，直至失语。对蚂蚁来说，就是不能和同伴交流了，变成哑巴。第2阶段，潜行者。剧中的感染者会离开同伴，四处游荡，身体表面长出真菌。而现实中的真菌更聪明，它控制蚂蚁离开，但却暂时不破坏它的外表，因为这副躯壳还大有用处。第3阶段，寻生者。剧中感染者呢会通过听到的声音寻找猎物，大部分丧尸片都是这么设定的，对吧？现实中的蚂蚁倒不会，他们会表现出一种类似植物的特性，趋光性，往明亮的地方爬。为什么要往明亮的地方爬呢？且看第4阶段，巨无霸。这个阶段，剧中的感染者会变成全身长满真菌的怪物，把孢子粉末四处抛洒。这确实就是真菌繁殖的方式，只不过真实的虫草菌玩法更骚。宿主蚂蚁会因为趋光性，在中午太阳最高的时候，在蚁穴周围的必经之路上找到一片朝北的树叶，这片树叶要离地25厘米，温度在20到30度之间，湿度在94%到95%。找到后，蚂蚁就会爬到叶子背面，选择一根最粗壮的叶脉，一口下去紧紧咬住，然后死亡。这时真菌将会从它身体各处爆发长出，抛洒孢子。于是，一场倾盆大雨就这样落在了正回家的蚂蚁大军头上，生灵涂炭。说到这里，有农夫小姐要问了，真菌他娘的又没大脑，凭什么可以做这么复杂的行为？难道是你之前视频里说的小个体组成超级个体吗？说实话，这个问题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，但我找到一篇17年用 AI 研究蚂蚁的论文，好歹人类还是把过程有多恐怖给调查出来了。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都以为虫草菌能够控制蚂蚁，肯定是因为他们控制了蚂蚁的大脑嘛。但这篇研究却发现，虫草菌进入蚂蚁的身体之后，哪都控制了，就是留下一个完美无缺的大脑。只进入身体，不进入大脑，这就是虫草菌的职业操守。他们用菌丝侵入蚂蚁的每一寸肌肉，直接控制肌肉运动，同时还会在到达目的地之前，用菌丝强化蚂蚁身体上薄弱的部位，给宿主升级护甲，变身菌丝蚂蚁战士。等到了目的地菌丝还会针对性强化蚂蚁的颚部，让宿主牢牢咬住叶脉不掉落。你们说这是不是就是丧尸？最后真菌才会将蚂蚁的身体彻底掏空，变成养料，用孢子感染树叶下路过的蚂蚁，繁殖下一代。这段时期蚂蚁完全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权，什么也做不了，也不能说话。别人问你去哪儿啊，也不回答，就眼睁睁的慢慢离开巢穴，离开同伴，越走越孤独，最后等待身体一点点烂掉。这种死亡方式应该非常绝望吧？丧尸蝉虽然身体消失了，但大脑好歹被置换了，它还会快乐的飞来飞去，以为自己在快乐的交配。而蚂蚁的意志却被永远困在身体里，无能为力，完全清醒，在家人的关心中离开，再亲手杀死他们。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，特别喜欢的一个蚂蚁动画片叫《虫虫特工队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？我在想，如果用这种动画拍蚂蚁的丧尸故事，那真的小孩子绷不住了。我看弹幕上很多人说不可能，因为什么呢？说真菌需要的温度比较低，人类演化了1000多万年，不是白演化的，体温就能把它们烫死。我觉得也不要这么绝对。首先，真菌感染人体并不罕见，你看我随手一搜就能搜到最近巴西各种感染真菌导致人死亡的新闻。其次，我还搜到一个医学研究，有一个男子因为生病大量服用了抗生素，导致体内的细菌菌群紊乱了，就给了作为真菌的酵母菌生存空间。酵母菌在他的肾脏里面大量繁殖，为所欲为，然后干了什么呢？把他血液里的糖全变成了酒精，就导致这个人吃什么东西都会醉，每天都处于酒驾状态。那你想，他的寿命肯定也不长了。另外在地球演化的过程中，有2件意外正在发生。一个是人类工业活动导致的急速全球变暖，让生活在野外的真菌越来越适应高温环境，往高温方向筛选演化。第二个意外就是人类的平均体温也正在逐年下降。为什么这2个意外很重要？我讲一下虫草菌的演化过程有多牛逼，你们就懂了。一篇基因研究发现，这种控制蚂蚁的虫草菌怎么来的呢？它们是从原本寄生在甲虫幼虫身上的虫草菌进化来的，而这些祖先虫草菌当时还并没有很复杂的控制能力，它们只是从内部吃掉幼虫，长出菌干繁殖就完事了，就跟冬虫夏草一个样子。你们吃过冬虫夏草吗？下次看到长辈吃提醒一下，他们吃的是蛾子幼虫尸体和真菌混到一块的东西，简称虫丧尸的尸体，实在是太恶心了。言归正传，所以虫草菌本身就会寄生在很多昆虫身上，甚至还会寄生在其他真菌，比如一些松露身上。但是呢，这些虫草菌都不会把宿主变成丧尸。那为什么唯独在蚂蚁身上表现出如此复杂的行为呢？因为蚂蚁本身有很复杂的社会行为。蚂蚁会把身边的同伴隔离起来，赶出蚁群，甚至直接
接杀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用常规方式，你真菌很难利用蚂蚁去繁殖，你感染一个被清理一个，那怎么办？只能丧尸化，控制蚂蚁，让他们主动离开蚁穴，最后轰轰烈烈的再把家人们杀个片甲不留。而我担心的是，蚂蚁变成了真菌进化之路上的一块垫脚石，训练他们演化出社会化行为控制技术，而走这条道路的终极成就是控制谁啊？自然就是那个遍布全球拥有最复杂社会行为的物种。马斯克最近说，人类这种碳基生物最后可能只是硅基生物的引导程序，是他们的开机键。我说，地球未来会不会是个真菌地球还不一定呢。社会性动物可能也只是真菌的数据库，是他们的开机键。当然了，我们频道毕竟不是老高和小莫啊，结尾我还是写正经一点。真菌拥有巨大的潜力，它们是地球的加工厂，负责合成各种化学物质，比如致幻剂啊，大家可以咨询认识的云南人，他们吃的蘑菇就是真菌的生殖器，而拯救过无数人命的青霉素也是真菌的产物。虽然我对青霉素过敏，还有头孢都吃过吧，真菌赏赐的。所以如果人类重视真菌，研究真菌，也许在未来某一天，真菌的丧尸技术可以为人类所用，一举翻盘。比如用来干嘛呢？打败外星人？OK，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关注，拜拜。